在刚刚过去的48小时啊，应该是美伊战争以来啊最漫长的一个周末，因为美军一架 F-15E 战斗机啊，在伊朗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被伊朗给击落了。这是美伊战争以来第一次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被伊朗给击落。因为在前些天的时候，美军也损失了一些飞机啊，有的呢是无人机，有的呢你比如说那预警机，那是在这个跑道上被击毁的，击毁的过程中那没有人员在飞机上嘛，人员都没有损失啊。另外呢 F-35 呢虽然被伊朗给打中了啊，但是呢 F-35 呢那飞机性能比较好啊，打中之后呢，那 F-35 成功的迫降到自己的基地里头了，所以呢这个没有算击落，就正式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被击落，这是第一次。更不幸的是啊，这个飞机被击落之后呢，这2名飞行员他们就弹射跳伞了，跳伞的地点就位于伊朗的领空之内。所以啊，在过去的48小时里啊，围绕着这2名战斗机飞行员的生死救援啊，就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整个过程堪比好莱坞大片。美国这个国家挺有意思啊，他们打仗经常把这个战争啊打成好莱坞的影片。你比如说当年那个黑鹰坠落是吧，那都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我估计这次啊救援活动啊，要不了多久，好莱坞肯定也会把这个故事啊搬上好莱坞的影片。所以你说叫史诗愤怒，我看这过程啊真有点史诗的意味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过去这48小时啊，美军营救自己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啊。事情呢是从4月30号开始讲起啊，就当时呢美军这个一架 F-15E 战斗机呢在德黑兰附近呢执行轰炸任务，结果呢就直接被伊朗的那马基德的红外系统啊给捕捉了。那马基德的红外捕捉系统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头讲过啊，它不是雷达，它是用红外光电瞄准系统啊，能够捕捉到飞机。但是飞机呢，由于你不是开的雷达，所以呢它不会被锁定，所以飞机也就不会报警。所以这个马基德系统对美军的飞机来讲，实际上有点静默杀手的味道啊。当然了 F-15E 啊本身它也不隐身，那么他们可能就觉得啊，那伊朗的这个雷达系统都被消灭了，所以呢他们在伊朗这边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总体来讲呢警惕性没有那么高。结果紧随其后，伊朗就发射了1枚导弹，就把这个 F-15E 给打中了。当然 F-15E 被打中之后啊，人性能还是可以啊，没有立刻坠毁，他们马上就往回飞啊，足足飞了420公里。因为他们被击中的地点呢是在德黑兰附近，他们就往回飞呢，最后坠毁的地点呢离波斯湾已经很近了，离美军控制的科威特的基地也不远啊，距离边境也就只有100公里出头。那么最后这2名飞行员估计一看就是无论如何飞不到美军基地了，所以不得不选择跳伞。当然因为这个距离科威特的边境比较近，也为后续的救援啊赢得了非常重要的地理的这个优势。这个消息啊最早呢是伊朗电视台发出来的，他说啊美军有一架 F-35 被我们打下来了。当然这个伊朗啊水平比较低，他有的时候也分不清 F-35 啊还是 F-15E 啊。紧接着呢他电视里就放了一些飞机残骸的视频，那飞机残骸视频一出来之后，大家都确认了肯定有飞机被打下来了。但是残骸上有编号啊，很多人一看那个编号就知道，就这架飞机是 F-15E， 隶属于美军的494空军中队。这个空军中队呢平时部署在英国，那么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呢就调到了海湾这边执行任务啊。那么 F-15E 被打下来之后，那你想想飞行员肯定就在伊朗上空嘛。那么紧随其后，美国马上就成立了救援美军飞行员的一个系统。美国这个国家啊，确确实实我觉得它这个军队系统里头挺了不起的。它除了有战斗部队以外，它专门有一套搜救救援系统。这搜救救援系统啊，你比如说你的飞行员被击落了，在敌占区里头落下来了，马上就有一套这个救援系统对你进行救助。这套救助系统应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把自己的飞行员给救回去。为什么有这套系统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啊。第一呢，这是它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便被放弃。因为你想想，你为国奉献、牺牲、战斗，那如果你要是被打下来之后，你扔到后方就没人管你了，你想想这飞行员会不遗余力的忠诚的为自己国家战斗吗？显然不会啊。但他知道，如果他被击落了，马上有这个一整套系统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回去。
那这些飞行员在战斗的时候，对他的这个士气来讲，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鼓舞啊。所以这个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士兵来讲啊，这套系统是维系美军士兵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呢，因为美国打仗的这个国家都不是正经的什么文明国家啊，那这些国家里头，一旦要是把美军飞行员给俘虏了，那这些飞行员呢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那当时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啊，美军不是有一些飞行员被伊拉克给击中了吗？俘虏了吗？俘虏了之后，伊拉克干了什么事啊？先把这些飞行员严刑拷打啊，拷打完之后，就把这个飞行员给弄到了 CCTV 上去电视认罪啊。当然，这个 CCTV 是伊拉克的 CCTV 啊。那个电视认罪的时候，那有个飞行员叫扎恩嘛，他就在那念这个反战声明。反战声明就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啊什么之类的。那你想想，作为美国军人，他怎么办呢？那你不认，你不念就打你啊，打得非常狠呐。就是有一个飞行员当时打的胳膊都脱臼了。所以你想想，就这些美军的对手啊，都不是什么善茬，他不会按照国际法的约定啊去善待你们这些人的，善待你的战俘的，他可能会千方百计折磨你这些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还有可能把你这些战俘啊当作是人质啊。那拿人质的话，他要挟你啊。你比如说美军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跟那个塔利班打嘛，美军也不承认塔利班政权，结果塔利班有一次抓了一个美军的俘虏，那美军的俘虏也是的啊，他在基地没事自己出去瞎溜达，结果被人塔利班直接给摁下了。摁下来之后，那就跟美国要挟啊，那美国没办法啊，你抓你也抓不住了，最后不得不就跟塔利班谈判，最后用5个塔利班的高级俘虏换了一个美军的士兵回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飞行员落到伊朗手中，伊朗肯定要把这东西当作筹码跟美国进行要挟啊。现在美伊战争处于焦灼的状态中，对焦灼的状态中呢，那就看谁手中间的筹码多呀。这个飞行员如果落到伊朗手中，咱不知道这个伊朗会不会折磨他，但是对美国后续的战略选择来讲，那会极大的掣肘，所以美国会不遗余力的想办法把这2名飞行员给救走。那伊朗反过来了，那肯定要想办法要把这几名飞行员给抓起来啊。所以伊朗第一时间就宣布啊，悬赏6万美元抓这个飞行员，谁能抓住马上给6万美金。这6万美金对于伊朗人来说那是巨款呐，我估计马上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估计很多伊朗人也是在拼命的想抓住这2名飞行员。所以双方实际上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在这个救援和反救援的这么一个比赛啊。那么美军的救援跟这个士兵之间，它为什么最后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救援系统啊？这里我们给介绍一下。美军的这套救援系统里头呢，它主要呢是有一套就是叫秃噜鹰救援直升飞机。这个直升飞机呢是用黑鹰直升飞机改装的。它改装怎么改装呢？首先是它那个飞机上装了很厚的装甲，包括油箱那个地方装了很厚的装甲，而且这个飞机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地救援系统。上面飞机上可以做手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些飞行员到了敌后以后啊，身体状况是什么样，有可能受伤啊，有可能受重伤啊，所以到了飞机上就可以马上进行手术。而且参与救援的这些士兵，很多人同时也有战场救助能力，这是一套啊训练有素的系统。这是直升飞机啊，但是直升飞机它自己没有战斗能力啊，或者战斗能力很弱啊。那么一般来说，战场一旦要是发生坠毁事件的话啊，那么直升飞机到现场去搜救自己的飞行员，马上呢有 A10攻击机啊就开始进行火力压制，天上呢有直升飞机有无人机呢进行这个空中的这些雷达呀信号搜索啊，一整套体系啊。那么美军的这个坠毁的飞行员啊，他们身上也有一个叫应急急救包。这个应急急救包啊，平时就在那个弹射座椅下面，那飞机要坠毁的时候一弹射就掉到地上啊。这个应急急救包呢，一般来说呢有20-30磅，这里头都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有一套啊，就是一套信号联系系统。这个飞机一掉下来，这个信号联系系统啊，就会用加密的方式呢，把自己的信号发到这个军事卫星上。这套系统啊，它会告诉这个美军的总部他自己所在的位置，因为它还有一个 GPS 啊，同时呢，
告诉自己周围有没有敌人，自己有没有受伤，他自己呢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就通过这套加密系统呢，就传到了美军后续的大本营。然后呢，它还有一整套信标系统，这一整套信标系统呢，有一套是手动的，手动信标系统就等直升飞机来的时候你才能打开，因为直升飞机没来，你就打开的话，那人伊朗也发现了，伊朗可能这些民兵或者说共和国卫队可能就先于美军就把你抓到了嘛啊。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信号枪啊，还有一些这个橙色的信号板呢，给这个直升飞机指引的啊。就整个联络系统，这是一整套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你想救援也非常困难啊。第二个，它有一些自卫的武器，早年呢配手枪，后来呢这个手枪给人感觉威力不够嘛，美军就研发了一套，就是一个可拆解的冲锋枪。这拆解的冲锋枪30秒就可以装起来啊，一共带4个弹夹，一共120发子弹。不过多数情况下这都没法用，因为如果真的要是人家对方围起来，你拿冲锋枪打，你基本也是自己找死啊。紧随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地图，就是导航地图，防水的。然后这地图里告诉你当地的一些风俗啊，你到底要注意什么呀？还有呢，再就是一些食品和水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2天那个美军的飞行员被抓走之后，那伊朗当地的人不是缴获了当地的一些牛肉干吗？牛肉干就是人家美军的这个应急包里头啊配备的，据说这个口感还挺好的。然后就是水，500到1000毫升水，因为沙漠里头没有水你活不下去啊。就整个这个急救包就共同构成了你这个飞行员跳伞之后啊的生存系统和后方的联系系统。那么美军当时这2名飞行员坠毁之后啊，那么当时就是这个铺路鹰直升飞机立刻就赶到后方去了， A10攻击机在旁边进行掩护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视频啊，飞得非常低，伊朗人在底下拍的这个视频啊。那么伊朗的人就拿那个冲锋枪啊，就往天上打这些直升飞机啊。据事后讲，有人说是有一架 A10攻击机就被打中了，打中了之后好像是又撤回去了啊。反正这个在整个救援过程中，一架 A10攻击机是被击毁了。你看这个损失也比较大，然后还有其他的直升飞机啊。但是啊，这第1名飞行员在这个坠毁之后啊，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被救走了，很快。那么救走之后呢，美军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反应啊，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那么伊朗不第一时间宣布美军有一架飞机被打中了吗？美军至始至终啊都没有来确认这个事情。包括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还在那说，他说谣言，我们根本没有飞机被击毁。后来特朗普在整个救援活动结束之后，他自己说，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确认这个消息呢？他说第1个飞行员被救走之后啊，为了不打扰或者说不妨碍救助第2名飞行员，所以呢又有意对这些消息啊就采取了模糊处理，就是让伊朗啊不知道他救没救出去飞行员，到底救出去几个飞行员，这个消息啊，那你不能让伊朗知道。你比如说，如果伊朗要是知道还有1名飞行员还在境内呢，那可能不遗余力的在那个地方搞事情啊。但是呢，伊朗可能知道美军已经救走了1个飞行员，如果要是以为这2名飞行员都救走了，他就会麻痹大意啊，救第2个飞行员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那么后来救助这第2名飞行员确实也比较困难。据事后的报道来讲呢，这名飞行员他其实不是飞行员，是武器操纵员，他的军衔还比较高啊，是个上校。那么这个 F-15E 战斗机啊，前面一个飞机驾驶员也是飞行员，操纵飞机的，后面这个武器操纵员是专门往里头扔炸弹的啊。这个人在跳伞的时候受了伤，据说是脑震荡，所以受伤之后呢，他爬起来啊是没有立刻第一时间把那个信标啊跟美军联系上，他呢就先爬到附近有一个山顶上，到那山顶上之后呢，他躲在一个大石头缝里头了。那么伊朗的人赶到飞机现场的时候，他已经逃走了。说伊朗的这个军队啊，在飞机的残骸里头找到了一个美军的大裤衩，那大裤衩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都是美国的国旗。现在都不知道啊，这2名飞行员为什么从飞机跳伞之后把裤衩脱下来了，或者许它是一个备用的裤衩，咱就不知道了啊。所以伊朗成功的缴获了1名美军飞行员的大裤衩。这名这个武器操纵员呢，就躲在了附近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头，一直躲到星期六
中午的时候过去了一天才打开这个信号。这个信号传到美军后方的时候，美军立刻就捕捉到了。当时美军呢就开始评估，说这是伊朗的阴谋吗？是不是把这个美军给抓起来了，然后打开这个信标呢？后来美军决定，不管是不是伊朗的阴谋，都要立刻组建一个紧急救援小队，去营救这名飞行员。那么当时整个救援队伍是从美国本土派到波斯湾的说8到12个小时飞到波斯湾，马上开始展开救援。这个救援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因为这个武器操纵员呢，他在一个大山的石头缝里躲着那后来美军呢就在他附近，据说距离18公里的地方发现有个农庄，这个农庄呢有一条废弃的农用飞机的跑道。那咱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废弃的农用飞机的跑道还是说就是一块空地，比较适合军用飞机的降落。美军呢就出动了2架 C-130大力神这个运输机，派了一个特种部队2架运输机就在这降落。与此同时还有几架直升飞机，空中还有 A-10的这个攻击机做掩护降落到这之后呢，用直升飞机飞到这武器操纵员这个地方，把他从石头缝里给拽出来了，然后用直升飞机呢又运到了这个农庄。到了这个农庄之后呢，发现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就是那 C-130就大力神的运输机它比较重，因为伊朗那个跑道质量也不太好，所以那轮子就陷在了沙地里，飞不起来了。结果这个时候美军就决定又派了3架庞巴迪的飞机，这3架庞巴迪的飞机它比较轻，又在这个地方降落了，然后就把这些特种部队包括救出来这个飞行员通通都装到这个庞巴迪的飞机里给运走了。临走之前呢，就把这 C-130的运输机也包括几架没有能力飞走的受伤的直升飞机全都给炸毁了。整个救援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救援成功之后，那特朗普就发推特了，他说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成绩美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就把2名迫降的飞行员给救出来，非常了不起。我觉得这个呢评价确实也不为过你想想，在伊朗境内100多公里的一个山区，美军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2名飞行员全部救回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受伤，那确确实实体现了美军的这个救援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特朗普说的也并不过分。那么紧接着我要讲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首先第一点，我觉得美军对自己落单的飞行员或者说这个跳伞的飞行员进行救助，也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斗人员的救助这个理念和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确确实实是遥遥领先，没有对手。我还记得我们这代人都看过一部美国的大片叫《拯救大兵瑞恩》。当时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么那个瑞恩结果呢失联了，一个伞兵部队的，结果后来一查，他家里头4个兄弟，其中有3个都战死了，那就剩他们家1个了。后来那个战区指挥部就决定派一个8人的小分队去把他给救回来。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那么救援的过程中间，这些救援的人可能反复都在问这么一个问题：瑞恩就1个人，派8个人去救他，这8个人的命是命，这1个人的命也是命。如果要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那救这1个人真的不值你想想，这救的过程中还死了好几个人呢，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在整个影片过程中间贯彻始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为了1个人的命要派8个人去救他。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精彩。那么这里头就体现出我觉得美军的一个价值观。我自己看美国很多关于战争的题材，我有个感受美国的电影在拍摄美国军队的时候，他从来不回避人对死亡的恐惧。你比如说大量越战的电影，你看美军在里头怕死怕得要死，但中国电影你看不到，中国电影你看的都是无畏的黄继光、邱少云，是吧？为了祖国前进，炸死了，对吧？不在乎。但是美军电影里头，你看这些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非常恐惧。第二个呢，他对这个所谓的利益和分歧他也不回避。比如说军队中间黑人和白人之间有分歧，有种族歧视，他也不回避。或者说你执行这个任务，你凭什么让他去，他不去，他也不回避。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对这个失联的人员，包括落单的人员这种救助的这种精神。这里头实际上有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打这场战争仅仅是为了赢，你肯定不需要用8个人去救1个人，因为这不合算嘛，这8个人可以去打其他的敌人嘛。但是其实美军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救援体系，他其实给观众营造这样一种结论，就是美国人打仗他不是为了简单的打赢一场战争，他同时要维护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才是美军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的，它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一场胜利而已。我觉得那部电影啊，其实对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影响都非常大。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美国是灯塔国呢？那这个灯塔国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国这个价值观呢，它其实是照亮了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这第一点。当然另外还有，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能力啊，它的大部分的这种战略对手啊，其实跟美军在军事上都有很大的代差。你比如说美军打伊拉克、打塞族，你包括今天打伊朗，它实际上它跟伊朗之间它不是平等的对手，从纯军事角度来讲，他们之间都有代差。那么美军的空军在2战之后独步全球，也没有对手啊。你像这个后方救援，那很看重这个空军的能力啊。你这个 C-130的运输机，然后你 A-10攻击机，天上无人机配套一整套系统，但整个空军系统啊，它这个对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你要遇到了平等的对手，说实在的，美军想救助就不太那么容易了。你比如说，美军当年跟中国打仗，在沿海时期，美军也有2个俘虏被中国的军队啊，把那个军机直接给击落了。击落了之后呢，那美军当时也被中国给俘虏了。那美军就没有派这种所谓空中救援力量到中国境内去救人嘛？当然，那个被俘虏的也很快啊。那么当年美国当时有 U-2侦察机啊，这 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去侦察，那有几个飞行员也被苏联直接用导弹给干下来了。干下来之后，美军也没有去到苏联腹地去救援呢。那么这些飞行员有的就被苏联直接给判刑了，一关关10几年。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能力也是跟对手有关。你遇到了这个塞族武装，遇到了伊拉克，你这种救援，这个完全没问题。你如果遇到了中国和苏联这种对手，美国就是想救，有的时候也爱莫能助。所以当时的 U-2侦察机，当时美军就直接跟那飞行员讲了，说你们一旦要是被击落，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我们是没有能力救的啊。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就这次啊，虽然整个救援非常成功，但是美军的损失也非常大啊。你想想，2架 C-130运输机说炸就给炸了，那是为了防止伊朗得到之后搞逆向研究嘛。这一架 C-130运输机啊，据说成本在2亿到3亿美金，你想想2架加起来就4、5个亿了，对吧？然后还有一架 A-10攻击机，这个比较便宜，据说是1、2千万美金啊。然后还有一架 F-15E 这个战斗机被报销了，这个战斗机一架呢成本也是在1亿美金以上。而且在整个救援中，有几架直升飞机，还有几架无人机都被干掉了。所以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头啊，应该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周末。你就把这些直接战损算起来，可能加起来就7、8亿美金了。所以伊朗就说了嘛，他说美军宣布说自己获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如果美国再搞3次的话，我看他就崩溃了。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你要再搞3次，一个周末里头你损失这么多的话，你加之在后也架不住这种挥霍呀。所以啊，就是对美军来说，这也是损失非常惨重的一个周末啊。那么这是从直接的战术角度来讲啊。那么紧随其后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一次成功的救援对美军的士气来讲绝对是个鼓舞。因为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啊，那我一直在批评，我说这个特朗普本身其实打这场战争啊，缺少一定的正当性啊。但是美国这个军队系统，人家自己的作战体系的运作还是非常漂亮的。这客观来讲，你看能够把这2名飞行员成功的给救回去啊，就说明这个体系的运作还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但是要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纷争，光靠一次成功的解救是难以改变的。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天啊，这特朗普啊，就天天也在发推特，是吧？他发推特的时候他就讲啊，前几天就讲，他就说，你赶紧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给我打开，一不打开，我要炸你了啊！我要炸你什么呢？我要炸你的加油站，我要炸你的这个桥梁，我要炸你的发电厂。这个信息啊，这上个礼拜他就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之后啊，
实际上国际社会里头对特朗普的非议也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现代战争都是越打越文明啊，你只能攻击军事目标，你不能攻击民用目标。你攻击民用目标的话，这个你就使得你的战争的正当性就下降了。而那伊朗呢，人家说了，你要是攻击我们这个加油站，你要是攻击我们的炼油厂，我们就把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那个海水淡化设施我都给炸了。那科威特啊、伊拉克啊，那他们的水都是靠海水淡化啊，我把他们炸了之后，咱比看谁能比得过谁。我是流氓，我怕谁呀？那如果你要是比跟对方当流氓，那美国你肯定是比不过伊朗啊。那美国呢，总统就前2天这个特朗普不是说了吗？我再给你48小时，你要是不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么星期2那就是桥梁日、电厂日。后来伊朗没理他啊，他就又把这个最后通牒的日期又宽限了5天，我看又延长了84小时啊。这些说明什么？这些说明啊，实际上美国现在跟伊朗一定是在秘密渠道里头正在紧锣密鼓的谈判呢。大家还记得吗？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前几天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啊，没有办法通过战争解决。其实这句话说的是非常准确的。因为现在伊朗打来打去，那军事上我是打不过美国，但是我把霍尔木斯海峡一掐，人家还收过路费了。你只要过的话啊，把国家分为3等，一种呢俄罗斯这种友邦，是吧？价格还便宜，是吧？其他的国家呢，1桶1美元收过路费，那1桶1美元很多国家还是能接受啊。那你油价现在都飙到100多美金，你原先的是60、70美金加1美元算什么呢？所以它第1等的国家像中国和俄罗斯还优惠，第2等呢就是中立的国家可以谈，第3等是美国、以色列，也包括英国这种盟国一起跟伊朗打的，那就坚决限制。这搞来搞去，伊朗还赚钱了。有人给他算了，他如果常年收过路费的话，就是过路费比苏伊士运河还赚钱。那你想想，这个对美国来说这就挺麻烦的一件事了。美国你要想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人说要发动地面战争，其实在我看来，发动地面战争也解决不了。伊朗是个9000万人口的国家啊，你能在这个伊朗你全部实行大规模作战，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权吗？我觉得很难。如果你只占领霍尔木兹海峡上几个岛，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岛你占领了，你又没有后方补给，这伊朗天天往你岛上打导弹，你想想你美军在这个岛上，你能实施长期占领吗？而且就算你把这几个岛占领了，你能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绝对安全吗？也保证不了嘛。所以对美国来讲啊，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也包括美国和伊朗最后收场的问题，一定是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特朗普这几天啊，不停地在推迟这个所谓的最后通牒，实际上就说明双方在背底下，在私下里头一定在进行着秘密的接触。所以啊，最终这场战争的解决还是要靠谈判。既然谈判的嘛，那就看双方各自出价的结果了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